山海经·大荒西经载，西北海之外，大荒之余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。这便是称天之柱不周山。相传共工与颛顼争地，怒触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为绝，支撑天地的巨柱折断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，大地震动，洪水滔天。女娲炼五色石，以补苍天。但天究竟是什么？在很多解读中，天并非我们头顶的蓝天，而是月球。上古时期，月球离地球极近，浮在不周山之上。不周山正是连接地与月的通道，一个巨大的柱状结构，如同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太空电梯。那时，通过不周山可以直通天宫，人族与神族共存于天地之间，他们可以相爱，可以相恋，甚至可以诞下后代。那些流传至今的神话，或许正是那段岁月的回响。后来不周山被毁，月球启动引力修正，越飘越远。从此天与地分离，人与神隔绝。我们这些人的后代被留在了地球上，但家从不曾真正消失。2020年12月，嫦娥5号携带1731颗月球样品成功返回。科学家发现，月球与地球的同位素组成高度相似，它们本出同源。月壤与地球土壤的同源性，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事实：无论隔了多远，我们和月亮骨子里流着同样的血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不周山发芽了。在崂山与佛山之间，不周山的踪迹再次显现，新芽破土而出，已生长了20多米。那个断裂的天柱，那个被共工撞碎的通道，正在苏醒。它从神话中走来，在现实中生根。曾仕强先生曾说，回家是唯一安全的路。他还说，我们是高维宇宙下来的，要通过昆仑山才能回家。昆仑山在哪里？有人说，昆仑山就在月球上，那是神族曾经的居所，是仙人飞升必经的圣地。如今不周山重新发芽了，它越长越高，每生长1寸，回家的路就近了1寸。好开心，我们离那个家越来越近了。你敢信，眼前这根扎进大地的巨石，可能根本不是山？家人们，我终于站到了魔鬼塔的脚下。这座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巨石，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柱状节理岩体，从基座到塔顶垂直高度264米，相当于80层摩天楼。
晴天的时候160公里外就能看见它的身影。按地质学的解释，它是5000万年前地下岩浆冷却形成的火山井，周围的软岩被亿万年风雨剥蚀殆尽，只留下这根坚硬的岩心，孤零零矗立在草原上。岩壁上一道道笔直的纵向冷线，是岩浆收缩开裂形成的六角形岩柱，根根分明，从山脚一直贯通到塔顶。可真正站在这里抬头望的时候，你很难不产生一种恍惚感，这哪里像一块岩石，这分明是一棵参天巨树被拦腰截断之后留下的石化树桩。规整的树干纹理，收束的塔基形态，甚至塔顶平整的台面，都像极了树干的横截面。脚下遍地的碎石，就像千年剥落的树皮残片。我们古籍《山海经》里写过剑木，写过扶桑，都是上抵天界、下通九幽的上古神木，是凡人与天地沟通的唯一通道。而在更久远的传说里，真正的远古世界树高度超过16万米，是珠穆朗玛峰的10几倍。粗壮的树干贯穿大气层，巨型树冠平铺在云层之上，尺度完全超出今天我们对生命的所有想象。有人按照传说复原过巨树崩塌的场景，整根天柱拦腰断裂，山体崩裂，碎石漫天，天塌地陷。那一瞬间，你会突然想起神话里的句子：天柱折，地为绝。当然，科学告诉我们，这都是火山活动造就的奇观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我站在这里忍不住想，到底是地球恰巧造出了像树的山，还是在上古我们看不见的岁月里，真的有这样撑天的巨树，最终石化成山，埋进了地层。站在这道100米石墙面前，人渺小的像一粒尘埃。你们觉得魔鬼塔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岩石，还是上古神木留下的遗迹？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。而更值得追问的是，如果上古真有这样通天的巨树，它后来为什么会彻底消失？山海经历的不周山崩塌，女娲炼石补天，会不会就对应着这场天地级别的巨变？下期咱们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聊女娲补天、旅游寻古记，咱们下期见。